就是以前我們課業壓力真的是很大，我考完試一定要去夜唱，而且是唱到通宵哦。隔天的話都不去上課。那你覺得誰是做同一圖的？啊？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麗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心為美的第5位醫師邱大瑞醫師。大家好，再來一次好了。好。邱醫師是我这邊診所第1位台大醫學系的醫師，對不對？對。身為台灣第1學府，邱醫師在高中考到台大醫學系。我是念成功高級中學的，不是念建中哦。很多人都會覺得啊，你念台大醫學系啊，可能是建中畢業的。那很可惜呢，我就是很想考到建中，可是聯考的時候很粗心還是怎麼樣的，然後就考到第3志願。但是呢，就是因為有一點不甘心吧，大家都會覺得成功高中就是有點愛玩，然後痞痞的這樣子。可是我高中3年都非常努力念書，因為我就發現以前我國中同學怎麼都到建中去了，就奮發向上這樣。那第1年聯考的時候考到中國醫藥學院的醫學系，要開學第1天，我爸媽就載到北港的地方，因為他們大1、大2就是要在北港有一點比較鄉下的地方上課這樣子。然後我就覺得，這個跟台北好像有一點點不太一樣哦。我就跟我爸媽說，那還是我們注冊完就趕快開車回台北，我要去找重考班。經過1年的重考班，很順利的就考到理想的大學這樣子。沒辦法再更理想。順利的進入到台大醫學系之後，有沒有參加社團？因為台大的風氣就是很自由，然後呢，大1、大2的時候就是在校總區公館那邊，不是到醫學院這邊。那公館那邊就是很熱鬧啊，多彩多姿的，然後就有很多社團，可以認識很多不同領域的人，獲得很多醫學之外的一些知識。那時候我就是有一點鬼迷心竅吧，就是想要賺錢這樣。然後我年輕的時候，台灣就是正好要炒股票啊，就很多人做股票，然後所以我就加入一個證券研究社這樣。想說參加社團呢，可以學習一些發財的方法這樣子。那當然是我覺得我好像沒有什麼天分，雖然去證券研究社2、3年了，直到我出社會想要買股票都不太賺錢，所以我還是應該要好好做醫生的工作。在醫學系有什麼印象深刻的教授或者是課程嗎？以前有一門課叫神經解剖學，簡稱叫神解。因為以前不像現在這個電腦啊程式那麼好，以前就是用教科書上的圖這樣子在教。那這個我們腦神經其實是非常複雜的，尤其它那個網絡啊很複雜。我就是覺得我整學期都在那邊打瞌睡，都聽不懂這樣子。很神奇的還是有考過哦。對了，我講到一件事，就是台大這個這麼競爭之下啊，我從來沒有一科有被當掉的記錄這樣子。因為我很多同學啊，他以前高中的時候是參加奧林匹亞的金牌、銀牌，其實這個醫學很多是背誦的科目，他們還居然也被當掉哦。然後我就覺得還蠻開心的，結果有某部分贏過這些奧林匹亞的同學。很多人會覺得說，哦，那麼聰明，一定很多怪胎。你的班上有什麼讓你印象深刻的人嗎？還是你就是一個？我不是，我可能是那種最接近凡人的那種人。我們以前大學的時候，班上有一個北一女畢業的女生，然後我們就叫她小魔女，因為她實在是太聰明了。她說她每天回家都在看電視，而且她是非常誠實的人，我絕對相信。她就是說她每天都看電視，可是她就是上課就可以記得80%以上，然後回去她都不需要念很多書，每次都是考全班前1、2名。然後她所有的筆記啊，全部公開給我們，就是她上課完就會寫好很多的筆記。非常的精美，然後我們就直接把他的上課筆記拿去 copy 當做共筆來念。我們考試就是念他的筆記，很幸虧有他，然後讓我們可以順利畢業。我很多很優秀的同學，就後來都去美國深造，繼續研究人類這個生命科學最困難的一些東西，造福全人類。因為你都講太正面了，這不像是我們一心為美的醫生。哦，真的哦，我都沒在上課，對不起教授。好，想什麼就什麼。好像你在問剛剛那一題。你交幾個女朋友？這個不能講，可能今天就會在這邊停在這裡了。在台大有發生過其他有趣的事情？就是以前我們課業壓力真的是很大，我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好累。每天上很多的課，然後醫學就是很多記憶的東西。開學第2週就開始有很多考試，然後我們有一群同學啊，我們就是屬於班上比較不認真上課的那一群，考完試就一定要去夜唱這樣，而且是唱到通宵哦。隔天的話都不去上課，因為太累了，等着回去拿共筆這樣子。我們就是共筆一族，整個學期都沒有去上幾次課。對，那時候我唱很多歌哦，只是现在很久沒唱了，就現場啊不行。現在會破音。你都唱誰的歌啊？無印良品的歌啊，齊秦、蘇永康啊，長得很醜，可是他聲音很好聽，這樣子就是唱這些啊，這就透露我的年紀了。整體而言，台大醫學系跟你當初想象
象的一樣嗎？考上以後呢，我覺得同學真的是太聰明的很多，被他們震撼到，那就知道自己永遠比不過別人，可是也要知道自己的優缺点。我後來發現我手還蠻靈巧的，所以我就選擇做外科醫生。為什麼會想要選整外？哦，我那时候先選外科嘛，因為我们那時候的制度就是你要先在外科訓練2年，才可以再依照你的成績表現啊，再選次專科嘛。其實我們很長時間在做一般外科，是切腸子、肝臟這些。但是我後來就覺得這些雖然很偉大，可是這個做完的成品你不是很直觀的可以看到。我發現只有整形外科的話，你可以馬上看到你的作品有沒有成功啊，而且它是一個很創造性的東西。是個整形醫師有11種以上的方法來解決同一個問題。很有變化就很有趣，不會每天一成不變，一直做同樣的事情。整位的年資大概多久？如果算受訓在大醫院當主治醫師，再出來專心的做醫美手術、整形手術這個部分的話，我的年資有13年了。整形外科醫師有哪些特質？對細節要比較重視。大家想說，我們一個不管是美容或是重建整形的手術啊，好像是一個醫生最厲害啊，他是一個主角啊，站在最前面啊，這個觀念是不對的。這個手術要到最後成功啊，是後面不曉得有多少人的努力，加上病人本身的努力哦，都很重要。不是說一個醫生很會開刀就絕對會成功的，其實就是隨時要想清楚說這個後續有可能發生什麼問題，然後我要預先做判斷啊，預先去做準備。所以整形醫生就是要有一個對事情的預估能力跟細心。那你覺得比較醫學系的這個頭銜還有用嗎？我覺得比較年長一點的一些客人會，好像他們對這個台大醫學系有特別的憧憬。可是我覺得好像比較年輕一點的客人沒有這麼在乎你的學歷，他看到的是你的作品啊，有沒有符合打動他的心這樣子。句話總結當醫生這些年來的一個小心得。突然就問這麼困難的問題，所以你也可以講說你交幾個女朋友煩他。不行，這我會卡詞哦，卡到結束。我覺得這一句話呢，就是我與我照顧的人一起變好的一個過程。緊接着是我跟你講啦，身家調查之快問快答時間。星座生肖血型是？我是天蠍座 ，B 型，屬龍。用一句話介紹自己。普通人。跟東東怎麼認識的？我們去韓國的時候，一起學習手術的時候認識的。常做的手術有哪些？我現在比較常做的就是胸部隆乳，還有體雕抽脂的部分。那我原本有預期說會講隆鼻，我沒想說，那你覺得現在是做隆鼻怎麼樣？比我好啊，對啊，所以我都害我沒有 case 啊。未來在醫星的期許，希望可以就是很快樂的工作。目前已婚了嗎？已婚了，我有2個小孩。幾個女朋友？現在是0個。平時興趣是？現在興趣是滑小紅書，因為我覺得現在目前的美感跟幾年前差很多。我想知道我現在客人到底在看什麼，對，我一定要跟上時代。我後來還有就是覺得運動蠻重要的，如果說體力不好，就直接影響工作的成果，所以我現在就蠻常在健身。對，然後呢，我剛才有看到謝醫師的肚子，可以抽哦。這2、3年，就有一些醫生朋友有邀我寒假有去滑雪啊，那我特別有去學了3、4年這樣，然後也覺得蠻有趣的，所以我每年固定就是過年那時候的年假，會跟小孩、家人還有朋友一起去滑雪。然後我還有比較多自助旅行的一些經驗，我有自己就是在德國、奧地利、意大利開車，每次大概都玩2個禮拜。就是可能從行程的規劃啊，然後訂房啊、訂好玩的點啊、博物館啊、遊樂園，然後租車啊、怎麼開車啊，這個我們都可以一起討論這樣。我覺得蠻好玩的。我跟你講，這很重要哦，就是你出國前要辦哪些信用卡，這非常重要，要把那個點數來收集。有些點數可以換航空里程，以後就可以坐商務艙出國啊，這真的很重要。所以大家以後一起來討論，講要刷哪一張卡。雖然說你不當醫生，你會當什麼？我想當老師吧。我以前在結婚前，我就是覺得我不要有小孩，兩人世界啊就好了。就後來就是還是有了小孩，沒是結婚後才有小孩的啦。然後有小孩以後，我發現小孩實在是太可愛了，我花很多時間在陪他們。就我所知，我有一些朋友也是整形醫師，他們可能另外一半就是會幫他們顧好小孩，所以其實爸爸跟小孩就是有一點點。哎呀，我講到誰了？糟糕糟糕。就是我在帶小孩過程中覺得很開心，所以如果萬一我不當醫生的話，真的想當國小老師啊，覺得帶小朋友很開心，看他們成長也非常有成就感，而且小朋友對你就是最真誠的。像他們現在才在國小，都是很好的好朋友，我希望我一輩子跟他們是好朋友這樣子。
好，謝謝各位。那今天呢，就是我一個有點冗長的自我介紹。那如果各位還是對我有一些疑問的話，或是有興趣的話，歡迎在底下留言，讓我知道，再回復給各位哦。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呢，再幫我按讚、訂閱跟開啟小鈴鐺哦。拜拜。